啊，所以怎么由这个来讲，由这个讲到这个，就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啊，我就非常的感慨，你知道，你会看到一大堆学这种的中国练国乐的、中医的、国术的、国画的，你去看国画就好了，你去看国画就好了，那么多人在画国画、办展览什么，都是识前人的牙慧嘛，还没有前人的好，我为什么要去看你的呢？书法也是嘛，写的不好了就开始乱写嘛。正规的写不如古人了，他就开始乱嘛，就开始乱写。哦，所以要找到传统的东西，要找到他在这个时代的生命的根基在哪边，他对现代人有什么帮助？这个时代他有生命，人家需要他，人家才会什么？人家才会支持他，人家才会认真看待你，才会给你钱，啊，才会是经济的支持跟声量的支持，媒体的支持。你把任何东西讲得再好，现代人不支持，没有用，那是死东西。看不懂啊？你这小撮人，你就算有5个人，你会轻功，你会啪一下就上房子就上山。你放到今天来 ，AI， 你放到今天来也没用啊！你有5个这样的人，好不好？10个，好不好？你能有什么用？对现代人你有什么用？对现代人有什么帮助？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有什么帮助？没有帮助啊！没有帮助，人家为什么要支持你去搞？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拿钱去支持一个对我没帮助的一个东西呢？是不是？这是一种观点嘛？我那天看一个做电影评论的，他也是讲啊，就电影，你不是你的导演什么，你的个人的想法怎么样多突出做什么？没，你的整个关切，你的电影要跟大部分普罗大众有关系，你的艺术要跟普罗大众有关系，人家才会支持你，人家才会有感动。你是你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东西，跟大部分人的没有关联。那人家为什么要买票去支持呢？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所有的推广，我以前是不懂这个的，以前我根本没学过什么对经济什么这些东西，完全瞧不起啊，那种学的中国古人的那种东西嘛，瞧不起钱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可你后来越来越知道，社会的运作是这个样子的。社会运作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到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书，他先问你什么？他先问你什么啊？可以卖几本？你可以卖几本？先问你这个嘛？对。他不是说你这个书好不好？他不管好不好，他不管，跟他没关系，是你有没有读者，你有没有群众，你是不是大部分人喜欢会买会花钱来买的？所以所有的东西的推广都要问你钱从哪来。所以现在很多推广武术，中国武术，你去看他们钱从哪来。有没有来自于社会的支持？没有，没有。中国文化他不搞这个人。很多年前，一个他引进泰国拳办比赛，在板桥还在哪办比赛，想要把这个引进来，结果没有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看着2个人在台上打的
打得满头是血，相互伤害，这个不是中国人心里面愿意看的东西。我们不是像那种罗马那种竞技场那种出来的文化背景，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背景。中国人不那么嗜血，大部分的朴素中国人不是那么嗜血，所以你那些东西，你要大家群众买票去看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，相互伤害到那个程度，中国人没有兴趣。我们的文化里面对这个东西是没有兴趣的，少数人有，绝大部分没有。所以我说中国武术走那个路是一条死路，因为社会不接受那个东西。你也许喜欢看，可是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让你孩子去学那个？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进那个圈，神圈，进那个铁笼？我想99%的父母都不愿意。那西方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进那个神圈？什么人进那个铁笼？野兽嘛，以前罗马时代就是野兽嘛，奴隶嘛。动物一样，你们两个去打，我们主人看谁赢啊，我们来下注啊，看谁赢啊。那个的社会地位是这个样子嘛？那为什么到中国东方来推广呢？那不是我们文化里的东西嘛？所以你不管再多的理由，你一进那个笼子，你一进那个东西，你就把自己看低了。你练武的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所以你就不是习武之人啊。习武之人把自己看得多高啊！以前习武之人，我自己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啊？那你一进那个笼子，你把自己当成什么？当成野兽了，当成奴隶了嘛？你一进去就输了嘛？晓得吗？所以我非常反对那个。非常反对。如果练中国武术的人把那个当成是应该的，是自然的，那你就丢你祖宗的脸啊！你就是丢祖宗的脸。我不管你是赢还输，我不管你是多厉害，你是一只老虎，好不好？你进那笼子，你是一只老虎，百战百胜，我还是瞧不起你嘛？你还是一只老虎嘛？你还是一只兽嘛？这样我懂。我们习武的人嘛，欧洲也是一样嘛。以前是贵族嘛，贵族才习武嘛。以前贵族他打这个东西，以前贵族也打拳击啊，可是他们的打法跟现在不一样啊。他们都是都这样子，都是绕，都不会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啊。后来变成野兽之间的竞争了，奴隶之间竞争了。才要看到血，那种西方人的那种嗜血、那种侵略的这种习性，他们要看到那个，晓得吗？那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引到中国武术里来呢？我就想不通了嘛。那么多练国术的大师也好，这个有传承的、有辈分传承的，你为什么要去赞成那个？这是破坏中国武术传递的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错误，听不懂？哦，这不好的。中国大陆也在搞，中国大陆有些也在搞这个，这不好的，这不好，所以我们自己练的好不好是一回事，我们练的好不好是一回事情。可是我自己是谁？我是为什么而练？这个东西不能丢啊！那以前考状元，每个读书人都在家里穷苦的要命，在那边读书考状元，不管他考不考得上，不管他有没有考上，他在读书的，他在努力的那段时间，他心里面都是什么？状元。我要成为状元，我是为成为状元而做准备的。
所以他自己读的书，他的行为，他的所有一切，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，他以什么为标准？以状元为标准。后来没考上，几次没考上，才最后去做什么？做个私塾的教书先生。教书先生他也是教书啊，他以谁为榜样？他以孔夫子为榜样。听不懂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，你立身，你以谁为榜样啊？你的志向在哪？志向在哪边嘛？对不对？我们习武的人以前从为国为民一直到现在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为，就为了打？那比地痞流氓还差嘛？地痞流氓起码我打出血，我还争一个地盘呢。你今天进笼子，你打残废了好不好？你争什么？你得到什么？这些人怎么想不通啊？晓得吗？人家拳击你打到那个还有那么多的钱赚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人家也不会那样随便打啊，晓得吗？因为他们不会随便打，因为他万一手上受伤了，影响到他后面赚很多钱，晓得吗？他不会无谓的去跟一个流氓啊，跟一个什么打。Tyson 有一次，他在他们那个地盘，以前他有个法小，他们是一起混那个混那个地皮的。那个人的拳击也很好，他就很不服气泰森，他有真正挑战过泰森哦，他没有被 knock out 哦。那有一次呢，泰森就我有什么事忘了，就到他的地盘了，去谈一个事情，结果被那个人的小弟看到了，那个人小弟就去告诉他，那个人就来了，就说你在我的地盘上面，我们今天来真正的打一个，用拳头，结果泰森打赢了，可他的这个手背啊，骨折。你看他那样的人哦，打他头嘛，打到头，他的手会骨折。结果休养一年，这一年他所有的比赛全部推掉，就他少赚多少钱。人家要不要动手，也后面有想着我要赚多少钱呢？我们今天这个国术的去打那些东西，你到底为什么嘛？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这些想明白，我们练拳的人、练习武的人啊，我们都讲是习武之人呐、不是练拳啊，我们是习武的人嘛。习武的人要把自己看得高一点。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高？我们不管嘛，起码我把自己看得高嘛。你把自己看得高一点，你的行为就会有节制，你对自己就会有要求。啊，所以不要去变成那个你就算像泰森那样子，你把手打骨折了。请问你要不要上班？你在家里你能不能洗碗？你能不能做家事？不能。所以你原来做的事情要由谁来做？由你身边人做啊。那你自己又没得到好处，又增加你身边人的担心跟负担，你这是什么人嘛？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所以你们看我教拳，我都是尽量小心，尽量小心，在一个环境让你们尽量小心啊。那个两个人比试啊，或什么试验对手啊，尽量小心。不是我们伤不起，而是什么？没有那个需要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你就算伤了一块皮。
也会造成你生活上面的不方便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是不是？啊，很多人说你不经过打斗，你不经过对练，你不会成为真正的高手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你为什么要成为高手？今天这个时代，你能高到哪去啊？今天这个时代，你成为高手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？我看清代侍卫那本书，他们清朝本身的侍卫就是他们原来的镶蓝旗的去当侍卫，当碰到洋人来，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兵溃如山倒啊，他们马上知道，他的书里面就写到啊，我们练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们从小到大辛苦练的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们那个时候是切身感受到。那我们身为今天的人还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中国武术很丰富的嘛，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走，跟这个世代对这个时代的人有帮助。我学拳，我跟师父学拳，他最早告诉我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中国文人武人学文习武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我学的东西要对别人有帮助。我师门给我的观念是这个啊，我们学的东西要对国家、要对社会、要对别人有帮助，你学的东西才有意义。而现代人不是，现代人我学的东西要对我有帮助啊。那一个东西对你有帮助，别人为什么要支持你？是不是？啊，或者你进入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对社会是有帮助，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你也差不多跟着这个行业也对社会有个帮助嘛。所以我们随时是会想着，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修养这个人，在修养这个人嘛。那我这个人为什么要修养？我为什么要修养？我为什么不可以有钱？我生下来我就开始摆烂呢？现在讲的躺平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为什么人要学习呢？因为有机会了，我们要对别人有帮助嘛。人家学这个木工、水泥工，他也是学了一个东西，对别人有帮助啊。这样不懂啊？所以这个要想明白。所以我们练这些东西不是一个。虽然是小众，可是它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哦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。我们不管练成没练成，如果了解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自己会变大，晓得吗？自己的志向、自己的心力会变大，不是那么一点点钻研这个东西只对我有用。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听不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而练，你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的练习就会很慢，你很难会有体会好了，休息一下。